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民说。日美联手决议狼狈为奸，北约危险扩张，意外受阻。这期节目我们就说说这个话题。自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呢，在美国的授意之下，北约和日本的勾结是越发的频繁。美国呢是妄图促成北约亚太化，以遏制中国，而日本呢则妄图借助北约这个平台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军事权力。2022年的6月，岸田文雄成为以日本首相的身份参加北约峰会的第一人。今年1月份呢，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东京会见了岸田文雄，提出北约要在日本开设联络处，任务是加深与亚太国家的合作，应对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。岸田文雄给予了积极的回应。5月份呢，英文报刊《日本亚洲》正式爆出了北约将在东京设立在亚洲的第一个联络处的消息，引发全球舆论的高度关注。眼看着日本即将敲开北约的大门，但是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也透露，马克龙在上周在一次会议上明确地表示，北约应该专注于北大西洋地区，不应该扩大到北大西洋以外。原话是：如果推动北约扩大光谱和地理范围，我们将犯下一个大错误。法国政府的相关人士进一步解释，北约在东京设立联络处将破坏与中国的互信，致使国际关系紧张。马克龙之所以对北约向亚洲扩张唱反调，这与马克龙长期倡导的欧洲主权，特别是强调军事层面绝不能让欧洲第二次被绑架有关。马克龙2019年11月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的时候，曾经公开发出北约已经老死亡的言论。他当时警告美国抛弃了欧洲，欧洲需要掌控自己的命运。他对于欧洲沦为美俄之间的冷战战场尤为警惕，而北约恰恰是冷战的产物。今年4月份，马克龙在接受访华行程回国途中谈到了台湾问题。他表示，如果欧洲选择在这个问题上跟随美国，这将成为最糟糕的事情。马克龙在2017年当选法国总统的时候，他的政治倾向就是中间道路。2022年，马克龙成为法国历史上的首位连任总统，又提出了平衡大国的外交策略。他主张和全球所有的大国保持公开对话的关系，推进大国之间军事与各种力量的平衡。法国自己不站队，有权不与盟友的敌人为敌。这就是为什么俄乌冲突爆发之前，西方一边倒的对俄乌局势煽风点火，谴责俄罗斯的时候，法国总统没有第一时间紧跟美国的脚步，而是亲自到俄罗斯与普京见面交流的原因。随着中国的崛起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是越来越变本加厉。在美国的带动下，欧盟的许多国家都或多或少的跟着一起遏制中国，但是法国却选择了维持平衡，与中国保持接触或对话交流，避免成为中美两国竞争的棋子。法国提出希望与中国加强伙伴关系，深化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。在美国挑唆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时候，法国也表示了拒绝。当然，法国搞多边主义对话是想提升法国和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，而不是单纯的导向中国。所以法国与中国也存在着竞争关系。国家关系嘛，任何时候都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导向的，这很正常。法国这一次反对建立日本北约联络处，一方面是照顾到和中国的关系，另一方面就是法国与北约之间也是早有嫌隙了。马克龙刚上台的时候就没有给北约好脸色，他就直言北约已经老死亡，并且呼吁欧洲各国重新审视与北约的盟友关系，又提出要建立欧盟自主权，尽快脱离北约的控制。除此之外，法国还积极地推进组建欧洲联军，意头很明显，就是要取代北约军队。法国对北约的叛逆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美国及其某些北约国家确实没有少给法国背后捅刀子。最典型的莫过于美英澳联盟一建立，本来法国和澳大利亚谈好的650亿美元的潜艇的订单，竟然被美国和英国截了胡，煮熟的鸭子还真的是飞了，这让法国差点与英美两国翻脸。法国也早就看明白了一件事，美国不是一个靠谱的盟友。而法国之所以总是与北约闹矛盾，除了美国不靠谱之外，最大的原因就是法国不甘心做美国的小弟。历史上，法国曾经是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大国呀。
这种仰人鼻息的体验，对于曾经的欧洲霸主法国来说，那是最痛苦的。这就是从戴高乐到如今的马克龙，多届法国总统不遗余力地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原因。这次俄乌冲突啊，欧洲政局完全被美国所左右，再加上阴险的英国在一旁呢起哄架秧子，曾经的欧洲大国们呢都在走向虚弱。如果美国要坚持，法国究竟能在阻止日本加入北约这件事上发挥多大的作用，还真是个未知数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。